共同社近日曝光，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制定了设想台湾出现突发事态，在西南诸岛设置美军军事据点的美日联合作战计划草案。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实施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新战法，而日本陆上自卫队将转向西南诸岛重点部署。那么，这份美日联合作战计划哪些关键点值得关注？日本意图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一旦他国插手台海问题，中方将如何坚决反制？本期节目，评论员张烨、特约评论员石红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12月24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制定了设想台湾出现突发事态，在西南诸岛设置美军军事据点的新版美日联合作战计划草案。美国海军陆战队从登陆敌方阵地的旧作战方式，改为在岛屿部署小规模部队的新战法。也就是将向离岛分散部署小规模导弹部队，反复移动攻击，支援己方阵营的舰艇。报道进一步解释，这是因为美军的战略重心已经从中东转移到在东海和南海遏制中国。美国海军陆战队精心设计了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简称 EABO 新战法。基本方针是封锁从日本西南诸岛到台湾岛以及菲律宾的第一岛链内侧。日本冲绳的美军加手纳基地、普天间基地、白滩海军基地将成为重要据点。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新作战理念约在5年前出现。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称，因为有助于日本防卫，陆上自卫队一开始很积极。陆自随美军指挥棒起舞，大量兵力转向西南。2016年向与那国岛部署情报收集部队。2019年在奄美大岛，2020年在宫古岛设置了导弹部队。此外，还在石垣岛建设驻地，计划部署导弹部队，并且把地对舰导弹的射程大幅提高。随着美军布局日益清晰，日方意识到一个重大问题：EABO 是将日本西南诸岛一带设定为战场，势必让本国民众陷入危机，而自卫队没有余力疏散民众。但在美国的强迫下，陆上自卫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推进。相关人士称，今年就任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阿奎利诺11月赴日时，与防卫省武官最高领导、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等自卫队方面举行会谈。新作战计划是主要议题之一。防卫省官员称，会谈后自卫队高层的脸色很差，似乎被阿奎利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12月4号至17号期间，日本陆自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了首次基于 EABO 的联合反舰演习。陆自约有1400人，美军约有2650人参加。整个作战流程包括远程部署、特种突袭、前进基地建设、区域控制等4个关键步骤。最后一步区域控制中，海马斯火箭炮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它机动性强、火力猛、射程远。海马斯在从运输机上着陆后15分钟内即可做好作战准备，公路时速达85千米，能够快速进入战斗，在敌方锁定发射位置之前撤离。在火力方面，海马斯可携带6枚火箭弹或1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采用 M26 火箭弹时射程为32至45千米，采用增程型制导火箭弹时射程扩展到70至150千米，而采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则具有打击300千米以外目标的能力。这次演习中，美国海军陆战队首次在日本境内以长途空运方式运输海马斯火箭炮参与演练，也是海马斯在日本部署后首次进行实弹射击。海马斯的这个弹炮合一的这个机动的平台，主要是在这个岛屿上，或者是在这个现在他们选择这个基地上，要起到一种机动部署、快速部署射程可调这样一种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2月24号再次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和干涉中国内政。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中国有强大的国防，我们的国防不但有核武器，而且有常规武器。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但是我们也不惧怕战争。如果任何的分裂势力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话，那只能是玩火自焚。有观察指，日本针对台湾有事狂敲边鼓，为台独势力打气，而美日同盟的真正主导者美国却没有发声。所以，日本真实意图是加剧地区不稳定，好让自己趁乱摘果子。协防台湾仅仅是障眼法。